Hello，大家好，很久都没有跟大家说有关动物的词汇了。在很久以前呢，我答应过一个观众要聊一聊和猫有关的词汇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搜集了几个有意思并且非常常用的词汇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第一个词语是猫哭耗子假慈悲。其实呢，这是一个歇后语，耗子就是老鼠的意思。我们都知道，猫是老鼠的天敌，猫捉老鼠也吃老鼠，所以呢，一般情况下，猫是不会因为老鼠发生了一些什么悲惨的事情而哭泣的。那么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敌人或者是自己讨厌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呢产生同情或者产生慈悲心的。所以猫哭耗子呢，就是用来形容那种假惺惺的同情。比如说在公司里面，Mike 和 David 是竞争对手，并且呢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的糟糕。那有一天 Mike 被领导骂了，这个时候如果 David 对他表现出同情，你就可以跟 David 说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，其实你心里还挺高兴的吧。第二个词语呢叫夜猫子。夜猫子呢就是指那些喜欢睡得非常晚的人。其实这个词语呢跟猫没有关系，只不过在这个词语里面有一个猫，所以呢我就把它归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。夜猫子呢，其实呢，原本它的意思是猫头鹰。那你们都知道，猫头鹰是夜行动物，就是它们经常呢在白天的时候睡觉，然后在晚上出来工作。后来呢，人们就用夜猫子，用来形容那些非常喜欢熬夜，然后晚上不睡觉的那些人。这个词的用法呢也非常简单，比如说，我的男朋友是一个夜猫子，经常晚上2-3点钟才睡觉，讨厌。第三个词语呢叫三脚猫。三脚猫呢，就是用来指那些技艺不高、水平不高的人。那这个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好像呢最早是出自于元朝的。那这个故事呢有点复杂，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展开了。这个词语怎么用呢？你可以说，在电脑方面，它就是一个三脚猫。如果你真的有问题，还是去问老师吧，就是不要问他，因为他对电脑方面不精通，是一个三脚猫。那我也可以这么说我自己啊，我的法语说的不太好，就是一个三脚猫。我们还经常说三脚猫的功夫，意思呢就是水平不行。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，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就别在这儿逞能了。又或者你的同事呢想让你在年会上面表演拉小提琴，但是你自己觉得你拉小提琴的水平太差了，也不想上台表演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对你的同事说，我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是算了吧。最后一个词语呢叫猫腻。猫腻呢就是指那些见不得光、不符合规矩、偷偷摸摸做的事情。那这个词语是怎么来的呢？大家都知道，猫喜欢把自己拉出来的粑粑埋起来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给自己的宠物猫买猫砂的原因。那猫的这样一个习惯呢，可能是因为猫比较爱干净，但是猫把自己的粑粑埋起来，就好像它的粑粑里面有什么秘密，不想让其他的猫知道。猫腻的腻字呢，有脏东西的意思，在这儿你也可以理解成猫的粑粑。
粑粑都是比较脏的，对不对？解释到这儿，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把猫腻比喻成那些见不得光、偷偷摸摸做的事情了。那这个词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，比如说，你可以这样讲，他把钱转到国外的银行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好了，今天跟猫有关的词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，并且把它分享给其他有需要的朋友。当然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我的视频了。好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